这外国人呢，第一次来中国过五一是什么感受呢？首先呢，关于调休这个事儿，他是被调完才明白的。4月份他就开始嘚瑟，给他加拿大的老母亲打电话说，还有1个月，我有5天的假期，你没有吧？这也太美好，5天。5月到了，假期之前那个周6，人家没上班，被学校打电话给叫学校去了，给他批了一顿，懵乎的上了1天班，回来问我为什么要上班啊？然后5一终于到了，他一看日历，说这头2天本来不就周末吗？我说对呀。他说那前边我上1天，后边我再补1天，2天还本来就周末，那整老半天看着放5天，实际放1天呢。我说对呀，所以叫5一嘛。他说长假的假是不是也念假？我说是。他说那就对了，以为是长假，实际上是假长，是假长。然后他妈给打电话，哎呀，听说5天假期怎么样啊，儿子？他说哎呀，这5天咋说呢？这假的放法吧，就跟我这头发似的，中间秃了，左边拽过去2根儿，右边薅过来2根儿。就为了这个海市蜃楼的效果，在大大的脑袋上扒拉扒拉扒，就为了看着多一点，就死气白咧抓完能咋的？你说自己25根头发不知道吗？25根头发不知道吗？虽然对调休这概念不是很适应，但是假一放了就是乐，就是要出行，就是要游山玩水。我一寻思5一那个人，我就哪儿也不想去，他非要出去，最后只能折中找了一个离北京不到2小时的地方，叫古北水镇，说要自驾去。我们家这次开的是理想 L 系家庭5座新旗舰，你看这个超大后备箱，那简直就是初中 QQ 空间的5，主打一个能装。我就发现不光是他，我认识的所有外国人基本都是，就特别容易开心，啥事儿就燃起来。开车跟导航说话也开心。本来我说我开车，他说他刚考下来本，兴奋的他开，然后他学车练车啥都是在英国，跟咱所有东西都反方向的。开车只要一拐弯就习惯性进人左车道，车里导航就一直说逆行请回到正确车道，逆行请回到正确车道。他跟我说，导航那小姑娘老跟我说你行的，挺治愈的，挺治愈的。那上路车开着那个慢呢，谁别他给谁让，谁插队给谁地儿，就是不着急。幸亏咱有 NOA 辅助驾驶，补全大胖媳妇调休的智力。中间到服务站上个厕所，出来门口蹲个老头，就要给他算一卦。我说你快走，他非跟人搭话。老头说，小伙，你先不用考虑收费这事儿，我就看你这个面相啊，你这辈子注定远行。他问我什么意思？我翻译完，他说好准啊。我说你有毛病啊！就你这脸还用卦算吗？谁看不出来你不是3海关以内的，不是3海关以内的。反正就是一个不紧不慢。下午1点钟出发去古北水镇，快4点到的。到那我说你们去排队，你们买票，我在车里休息一会儿。这车为女性打造，真舒服，给我待的都不想出车了。这还能变成我们都能躺下的超级大床。进到古北水镇已经快5点了，你找个这样对象吧也有好处，那叫一个错峰出行。没有人了。下了车往景区走，人就是个亢奋，跟早达说，哎，姑娘，这应该就是今天的第1个景点，我猜它是哪个名人的故居。早达过来一看说，爸，这是厕所，这是厕所。坐个乌篷船开心，看见远方的长城开心，泡脚池开心，尤其是到最后那个灯光秀和无人机表演，我和拿铁基本没啥大反应。外国队这俩看傻了。大胖媳妇啊，看过几次春晚这个舞台秀和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呢，就有了一定后遗症。这后遗症啥呢？就只要看着一个点，就知道后边肯定有3步：变形、走位、出汉字、高端大气上档次。那在铁岭过年的时候，要看着一个礼花邦家上天了，没出字儿，他回家都睡不着觉。但人这表演呢，其实就是简笔画，他读不出来就硬读。跟早达说，爸读出来了，你看天上是火箭。早达说，爸你不认字啊？那是北京。这很多东北人吧，有个致命弱点，那就是不经夸，尤其是俺家这个东北人，哎呀，那血型都属于吹牛 B 型血的人，他尤其是不经夸。最近我们不是要去录一个晚会吗？给张家铁整了套西装，穿上让人夸了，这家伙就不行了，现在在公园零下好几度，穿个西装等他梦中情人呢。本来吧，一听说去录节目，张铁那是拒绝穿西装，因为在他心中吧，像他姥过大寿啊，过年家里家宴呢，就这种大事儿应该穿的花一点。这西装都没有色，啥玩意儿？最后好不容易好说歹说劝他试一下，这一试，所有人都夸好看，飘了。哇，拿铁，怎么这么帅？今天。被夸之后完了，一发不可收拾了，搁哪干啥都要穿西装。哎呀妈呀！干啥呢这是？西装啊，羊毛的，没有人问你这些。西装啊，用玩法。那西装整埋汰了，多不好洗，我就严格的禁止了张铁去录制之前再穿这个西装。结果这责任我就背大了。昨天去游乐场玩，没让他穿西装嘛，偶遇了他们班新转来的一个小女孩，一个害羞的小美女，管她叫拿铁哥哥。当时张拿铁穿的是一件羽绒服，这给他气的呀。但是那个小女孩跟张拿铁说，她今天还来，所以今天张拿铁穿着西装守株待兔去了。不怪我不让他穿，天天穿的西装沾的全是狗毛和脏东西，家里地上也是一团糟，还得呼唤咱家的帮手。你好，春蜜，开始清洁，这整的可够干净哈，就连犄角旮旯也不在话下，搞完自己回去自清洁，拖布和基站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张拿铁穿着西装苦苦等了小鹿妹妹1个半小时，回家吧，张拿铁。再等一会儿呗。一轮分。一轮分。
偶遇认识他的小姐姐，自我介绍也变了。这还不是那个面膜粉儿，这是他姐吧？不是面膜粉儿，你加个微信呗。哎呀，你还知道加微信呢？那加一下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把手机还给你呢。快！不找我要找小鹿妹妹，小鹿妹妹。到晚上回到家，也没有等到他的梦中情人小鹿妹妹。扎铁非常痛苦。他遇到小鹿妹妹的时候穿的是棉袄，好不容易穿上了西装，等一下午，小鹿妹妹又没有来。他哭是因为他的小鹿妹妹约他今天公园见，结果他穿西装整一天，真没来。他是不是骗我？是不是骗我？哎，很多人问过我说，你家大胖媳妇带孩子怎么样？就带孩子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老二呢，就老二还没看着亲爹呢。那么老大呢，实话实说，就刚出生的事儿哈，就是无论哪边算，无论哪根葱，新手爸爸指不上，天下都相同。我觉得当爸和当妈在经历培训和磨练之前是有本质区别的。当妈是只要这孩子在呼吸，就有一堆事儿可愁；当爸是只要这孩子还在喘气儿，就没有事儿可愁。妈是孩子一顿奶没吃足毫升就睡不着。爸是这孩子还有生命体征就能睡着。我有时候问他，我说你心咋这么大呢？就咋就能睡着呢？我老公说，就用你们的话说，我是比较佛系。我说你这不叫佛系，你是要圆寂，你是要圆寂。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，那给我老公歇的，直接就塞到衣服领子里头去了，就像揣个耗子似的。完我就进去检查去了嘛。等我检查完之后，给我拿轮椅推出来，人已经睡着了，孩子掉下去，就是较大嘛。有一次我半夜一个人喂奶，完事我就喂一喂，我女儿好不容易就是要迷糊了，眼睛刚闭上，我老公咔一声大呼噜，哀嚎，就野狼哭白活嘛。关键是那呼噜就咔一声，完我女儿一激灵，完就卡那了，没有下文了。他如果继续就继续打，我女儿可能就迷糊又睡着。他倒好，就一声没了，就我女儿等了好几秒就没声，给孩子吓哇哇哭，以为他爹没了呢。当时给我气的，但是我和我老公之间是吵不起来那种大架的，就什么叫大架，就是那种就第二天回想还很过瘾的那种。因为啥呢？就我英语没有那么好，他汉语还非常差。但是你发现没，那些损词儿啊、歪科啊，就必须得是那种不加思索直接崩出来那种的才赶劲儿。你只要一寻思、一翻译、一琢磨，完了就相当于加个刹车片，那架吵的就减震了，就那感觉就好比你拎根蔫巴葱敲个蔫巴骨。这边没劲儿，那边没响，一个不赖一个。我哄孩子哄半宿，让他嘎一声给我就嘎废了。那天夜晚我想通了一个道理，就是谈恋爱的时候讲究上头要准，结了婚之后讲究下手要损，俗称就是掐大腿里子，嗷一声就让我掐死。这玩意儿就跟中医一样，就取大腿根部最白处，每日卯时丑时各一次，配合大声谩骂共同服用，不出10余日就康复了嘛。就是我老公的大腿的裆部让我掐上了丹青色。没有丹青色的裆部，何来有担当的男人？当然，我不是说天下的爸爸都不如妈妈啊，不是那意思，就是说孩子刚出生的时候，妈妈有那种天然的警觉性，这东西爸爸得慢慢培养。但是这个天然的差异呢，就必然造成这孩子对妈妈的依赖性更大。就当时引诱我女儿从我身上下来，就是换奶瓶，费老大劲了，必须得是和亲妈可以 PK 的才能被接受。所以拿铁上奶瓶的时候，我直接选择的就是飞利浦 PPS 牛奶瓶，它的奶嘴是花瓣纹。就是模仿的妈妈的胸型设计，亲肤质感非常柔软，而且还不容易扁塌。它手柄的设计就是模仿妈妈的手指，然后里边还有一圈硅胶，可以防止手滑。就咱们都干过那种事儿，就哄孩子睡觉的时候玩手机，结果手滑了，啪，手机掉了，给孩子脸砸了。别不承认，我就干过这事儿。然后安抚奶嘴呢，我选的是飞利浦家新安怡这个荷兰进口的马卡龙系列，因为它是扁头的，特别像宝宝的小手指，给他们安全感。但是奶嘴这玩意儿嘛，小宝宝还不会说话，你咋证明它好呢？通过第三方认证，在美国接受试用的230个宝宝中，这款奶粉的接受度高达98%。另外，他家还有这款一体式安抚奶嘴，就是家长可以把手指伸进宝宝嘴里逗他。这当妈的喂奶老被咬，当爸的也可以伸进去被咬一咬嘛。做有担当的男人，